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4月4号，星期二，今天是我的第3个训练日。今天开始减量了，距离波士顿马拉松还有2周。波士顿马拉松是周一举办啊，好像是叫做他们的爱国者日那一天。就是下周一。目前的行程安排是12号，好像是下周3飞波士顿，但是得去东京飞，直飞波士顿，然后跑完18号，从波士顿去纽约，在纽约玩2天。因为上次纽约马拉松家属没有一起去，家属去过一次，是那一年跑芝加哥，也是从芝加哥跑完去的纽约，然后回去的。之后20多号回来，所以从今天开始就开始减量减强度，不要受伤就行了。这次没有目标，这次的目标就是顺利安全完赛，完成这6场就行了。至于是不是再刷一轮，就再看了。因为其实东京我已经有2次的成绩了，而且波士顿想去的话，如果不考虑经济成本，明年还能去，因为今年有2个 BQ 的成绩，北京和东京都是2小时40多，这个成绩我这个年龄段是100%可以拿到名额的。所以对跑得快一点的小伙伴来说，波士顿是6大满贯里最容易参加的，因为它不抽签儿，你只要排名成绩到了，就肯定可以有名额。像伦敦那种，如果你不花钱买慈善名额，几乎不可能。那个应该只有本地人有抽到签儿的可能性，外国人非常非常低，也有就特别低。其他的那几场都相对容易一些，这回头再跟大家分享。我今天早上起来还不知道今天要聊点什么，看了一个评论，有一些感悟。就一个小伙伴说，这些年跑就一直是玩命跑，快跑，快跑。这次有不错的成绩，我有些感悟，一会儿跟大家聊聊这个。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不同的时期的训练要用不同的方法，或者有不同的侧重点。不专业啊，就是我一路走过来的体会。我们可以分成2个时期，如果按全程马拉松分，我觉得是3小时20为分界线，男子啊。如果按半程马拉松来分，我觉得是1小时25，或者是1小时30。如果按跑步的年限来分，我觉得3年到4年为准。在这些以外的小伙伴，应该想的是说，第一是多跑，第二是呢，除了你的很疲劳的训练日以外，大多数时候都应该是一个一直想跑得快一点的节奏。当然了，不是冲刺的那种快。就举我自己的例子，我在跑1公里间歇只能跑4分30、4分40的配速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日常的通勤跑5公里，基本上是4分50到5分。
就是说白了，是我所谓的速度耐力那种强度，就可能再快点我就不行了。在我的跑间歇的配速能够到4分10的时候，那时候跑8公里的平均配速大概是4分20、4分30，这都是我跑步前几年。那个时候我的全程马拉松成绩在3小时45到4小时之间。突破比较大的一年是在新加坡那多半年的训练，因为太热了，同时呢我也没有降强度，可能有一些更多的效果。2019年纽约马拉松跑了3小时02。从2020年的春节之后，我开始增加了跑量，因为如果你想全程马拉松很稳，跑量是一切的基础。而且呢，经过了几年的训练，身体也能够适应那个跑步的强度，所以也不太容易受伤。如果刚开始训练的小伙伴盲目的增加跑量，是会增加受伤风险，不管你跑得有多慢。增加跑量以后呢，就面临恢复的问题，同时呢，要面临训练效率的问题。这就像前2期我说，马拉松比赛前那2天，把自己的肠胃留给最好的东西一样，就开始更科学的训练，就所谓的该快快，该慢慢。所以大家老听一些跑步的人分享该快快，该慢慢，它并不适用于所有人。我这昨天这儿是有什么 party 吗？现在樱花季，他们这儿有好多食品摊儿，可能到晚上有什么活动，垃圾还没有收走。就是该快快和该慢慢这一点不适用于初学者，初学者应该更快的突破。更快突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总想着跑得快一些，冲出舒适区吧。我总说，因为你跑不了多远，你一次跑不了多远的情况下，就算快也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多的损伤。这也映射了刚才我开始说的评论区一个小伙伴分享自己跑步的经历，就是从这种方法中获益。当然不论是他还是我，都不是为了用这个方法而用这个方法，而都是碰巧蒙对了方法，回头看发现一切其实都是巧合，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不成熟的小经验。等你的全程马拉松可以不怎么掉速了，可以有冲起来的感觉了，这个时候就不能每天一个节奏，也不能每天把自己身体都消耗得特别累。就好像我现在说赛前10多天我开始减量减强度，就是已经不可能再提高了，要稳住，用最低的成本稳住。我说的这个成本就是身体的消耗，用最低的成本稳住。平时的训练也差不多，就是用最低的成本维持住一个有氧的基础。比方对我来说，我每个月的轻松跑或者有氧跑至少是要300公里或者350公里，剩下的距离是跑强度。所谓这些强度或者是专项课，就是我说的马拉松赛前的那个肠胃要留给最有用的东西。现在对我来说，想提高已经不是单纯的有氧能力的问题，或者说已经不是有氧能力的问题，因为每个人有氧能力是有瓶颈的。就像说最大摄氧量，最大摄氧量的瓶颈是天生的，你后期只能够慢慢提高，接近你天生的这个瓶颈。有氧能力也差不多，
而且你跑到这个阶段，你就能够理解马拉松或者说是一些比赛，你最后成绩达不到，并不是因为你的耐力不行了，真的不是。所以我才说半程马拉松可能不一定能有借鉴效益，因为半程马拉松跟全程马拉松是完全两种感觉。就说全程马拉松，我这几天老说这个话题，就是你最后跑不快，或者整体上你差那2分钟，不是因为耐力问题了，你就需要增加专项的训练。增加专项训练就是培养速度感，提升速度耐力，提升绝对速度。我觉得这3个按照我说的顺序排吧，因为速度感其实很关键。说白了，就让你习惯这个速度。之后是速度耐力，在这速度下，你的耐力要达标。之后就是慢慢提升你速度的上限，尽可能吧。这个速度我说的不是绝对速度，因为绝对速度挺难的，就是你的马拉松的巡航速度，你的耐受能力的上限吧。大家可以这样想，你的配速每提高1秒，你的马拉松成绩就能快将近1分钟，就是42秒，对吧？如果你能把配速提升3秒，那就是2分钟。对我来说，基本上提升5秒到7秒，我就可以2小时40。但是这个提升就跟马拉松成绩一样，是越来越难的。你从5个小时到4个小时，可能就是一场比赛，下一场你就破了。但是你从2小时43到2小时40，这个可能有的人用一生也走不完。而且有一个很残酷的现实，就是可能有的小伙伴一直跑到自己跑步生涯结束，也一直停留在我刚才说的第1阶段。当然这也没关系，因为如果您不是以马拉松为目标，就是以锻炼身体为目标，那也挺好的。特早之前我说过锻炼和训练，那天突然冒出的这么一个想法，是吧？所以找到自己的目标，选对自己的方法，看好自己的定位就可以。这2天会陆续跟大家聊聊波士顿马拉松的准备情况和一些想法。我们还是努力一起加油干。4月4号星期二清晨6点55训练结束啊。今天结束的早，跑得短，13.5公里差不多，1小时，平均配速4分28，心率143，还行哈，步频195，功率216。今天又穿上了这双 Alpha Fly 第2代，不知道普通配色的第3代的 Vaporfly 什么时候会上市啊？很期待。回头看看美国的 Nike 有没有上，如果上了的话，这次去可以在那边买。这次就波士顿的纪念品、帽子还有夹克等等，这次就得一并购入。错过了好多次啊。但是今年这个夹克的配色吧，不太，反正不是我喜欢的颜色，是那种浅的银灰色。我还是很喜欢波士顿的蓝色和黄色的那种夹克，或者有一年是粉色的。有时候这个跑马拉松的人吧，是有点挺能装的，包括我也是啊，就是参加好多国外的比赛，只要是参加过波士顿的运动员，都穿着那个夹克去领东西啊，或者怎么着，那可能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小梦想，或者跑者心中的一个小梦想。然后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我这些年训练的一些心得，也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
启发或者是抛砖引玉，来一辆垃圾车，声音特别大。这样呢，让大家能够尽快的在自己跑步的道路上能提升自己的水平。因为对普通人来说，时间很长也很短，很长就是我们可以跑一辈子，很短呢就是如果想在这一生的跑步生涯中获得一些成绩，那可能真的对普通人来说要只争朝夕，因为起步晚，基础差，再加上训练不可能那么的规律和专业，对吧？行，那就这么着，还是祝大家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这周末有比赛的小伙伴注意身体，不要生病，不要受伤，把该买的东西、该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，好吗？傅中心的马拉松，大家加油加油！这个比赛很年轻，希望他能一直办下去。那咱加油干，明天还是回评论，明儿见。